这是1982年哈梅内伊接受美国记者采访的镜头。Anti-Soviet, anti-Israeli, and anti-some Arab countries. Who are your friends? همه کشورهایی که در دنیا هستن غیر از اینایی که اسم بردید دوست ما میتونن باشن. Who is your worst enemy, Mr. President? دشمن اصلی ایران کیست؟ آمریکا. America. 这简短的2个字，哈梅内伊用整整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去贯彻。在西方人眼里，他是邪恶轴心国的独裁者，必须除之而后快。Iran aggressively pursues these weapons and exports terror, while an unelected few repress the Iranian people's hope for freedom. 在中东信徒心中，他是伊斯兰革命永不褪色的旗帜，是硬刚霸权的领袖。在中文互联网中，他是劳哈，宁为百年羔羊，不做一日雄狮。可就是这么一个被西方诅咒、被以色列特工盯死、被无数网友玩梗的老人，在德黑兰那个烟雾缭绕的权力中心，已经坐看了半个世纪的兴衰，熬走了7届美国总统。当2026年那枚导弹落下时，哈梅内伊或许会问：安拉，历史将如何评价我呢？大家好，我是陈北基同志。接下来我们将开启哈梅内伊系列。1939年，德国的钢铁洪流踏平波兰，而在遥远的中东，什叶派圣城伊朗的第2大城市马什哈德，阿里哈梅内伊出生了。他的父亲是贾瓦德哈梅内伊，一位出生在伊朗东阿塞拜疆省哈梅内村的什叶派神职人员。他在伊拉克的什叶派重镇纳杰夫进修过，所以回国以后成了当地颇有名望的宗教学者，经常主持周5的礼拜，并接受当地领导人的宗教咨询。而哈梅内伊的母亲也非寻常女子，她受过良好教育，是哈梅内伊波斯文学和历史的启蒙老师。虽然出身知识分子家庭，但哈梅内伊后来一直强调他童年生活的清苦，父母亲和8个孩子住在一个只有1间房的屋子里，主要靠面包、椰枣和葡萄干维持生计。在这种浓郁的宗教氛围下，哈梅内伊4岁就开始诵读古兰经，只用了5年就学完了别人要熬很久的宗教基础课，属于那种社区里小有名气的聪明的孩子。19岁那年，哈梅内伊考上了什叶派的最高学府库姆神学院。如果按照这个剧本走下去，哈梅内伊大概率会像他父亲那样，库姆毕业后找个清真寺上班，安稳度过一生。但命运的奇妙之处就在于此，那几年的库姆神学院不太一样，是个盛产枭雄的地方，因为这里来了一位非同寻常的老师。原来库姆神学院的讲课受经只讲宗教内容，并不包含其他比如民生、社会学，特别是政治相关内容的。但是这位老师喜欢把宗教与政治等各个方面联系起来一起讲，哈梅内伊一下子就被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这位对他产生终身影响的导师，就是后来的伊斯兰革命领袖鲁霍拉·霍梅尼。如果说库姆神学院是伊朗版的黄埔军校，那霍梅尼就是这里的蒋校长。后来伊朗政教合一体制下的那帮重量级大佬，比如蒙塔泽里、拉夫桑贾尼，都是在这一时期听霍梅尼讲课的。那为什么当时的伊朗宗教加政治这么有市场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当时的伊朗政治环境了。1952年，伊朗出了个民选首相摩萨台，他顶着国内外的巨大压力，把英国垄断了近半个世纪的石油产业收归伊朗国有。这件事让摩萨台成为了万众拥戴的英雄。那时候，不管是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还是思想保守的教士，甚至连共产主义者都团结在摩萨台周围，大家众志成城，基本上把当时的伊朗国王巴列维给架空了。他们的理想很丰满，建立一个属于伊朗人的充满民主气息又世俗化的新伊朗。然而，这道民主的微光很快就被西方大国给掐灭了。你抢西方人的石油跟刨人祖坟有什么区别？抢这个字，你知不知道怎么写？为了抢回石油利益，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6处联手策划了臭名昭著的阿贾克斯行动。他们花钱收买了伊朗国内的保皇派和街头的混子，煽动全国范围的大骚乱，最后用暴力手段发动政变，直接推翻了民选政府，还把摩萨台给抓了起来。要知道，当时的中东地区到处都在掀起反封建、反君主的风潮，各种国王被推翻、判死刑、送上绞刑架。而自诩自由民主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毫不犹豫地扶持了国王巴列维重新掌权。伊朗通过议会走向民主的这条路，算是被美国人彻底焊死了。而巴列维呢，也被伊朗老百姓打上了美国傀儡的思想钢印。不管你口号喊得多震天响，老
百姓就是不认可你。什叶派有个经典故事叫卡尔巴拉之战，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孙伊玛目侯赛因在卡尔巴拉起义，反抗暴君的残忍统治，最后呢英勇殉道。在伊朗人心中，侯赛因就是永恒的英雄，而反抗暴君则是最高尚的使命。在教士们眼里，当巴列维靠着外国人的刺刀重新掌权，这不就是当年杀害伊玛目侯赛因的仇人转世了吗？那时候大家普遍认为，谁能带头推翻巴列维，谁就是当代的英雄，死后能直接面见安拉。更何况重新掌权的巴列维大力推行世俗化改革，系统性的削弱宗教阶层在所有方面的影响力，这在深厚的宗教土壤里简直就是引火烧身。最直接导致的就是霍梅尼的讲座在库姆几乎场场爆满，他公开批判王权专制，抨击西方势力干预伊朗，强调伊斯兰应当重新主导国家治理。也正是在这种反西方、反巴列维的思想风暴中，年轻的哈梅内伊完成了从一名普通学生到激进革命者的蜕变，他成了霍梅尼最核心的追随者之一。可以说，哈梅内伊在那个时候已经定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那就是必须粉碎巴列维王朝，终结这个不义的暴君时代。与此同时，在1960年代初，巴列维下定决心进行内部改革。用他的原话讲，他将带领伊朗从驴子时代进入喷气时代，把伊朗建设成为君主体制下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让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巴列维称之为白色革命的改革，轰轰烈烈的开始了。白色革命的核心内容中包括了系统的削弱伊斯兰传统和神职人员的社会地位，这导致了愤怒情绪迅速在宗教界蔓延。随着抗议不断升级，霍梅尼开始公开抨击国王。那时候的哈梅内伊也没闲着，他在圣城马什哈德秘密分发霍梅尼布道的录音带和亲笔信，这标志着哈梅内伊开始成为霍梅尼手底下比较重要的人物之一。当然，这不可能不遭到巴列维政权的打击报复。1963年6月5日，师徒两人双双被捕。哈梅内伊在监狱里遭到了严刑拷打，霍梅尼的被捕点燃了伊朗全国的怒火。巴列维迫于巨大的社会压力，只能放人。巴列维知道霍梅尼在国内迟早是个祸害，所以在1964年将他流放到了土耳其。霍梅尼踏上了长达14年之久的流亡征程。老师在临走前告诉哈梅内伊，未来属于伊斯兰，等我回来。哈梅内伊坚定地点了点头，老师走了，而他要继续老师在国内未尽的事业。于是24岁的哈梅内伊开启了全国巡游，他下到农村，号召老百姓反对巴列维王朝，跑到清真寺循环播放老师的录音带，他去城里的小卖部免费赠送老师的语录集。在这期间，他被捕6次，每次一出来就继续换个地方布道。如果被捕，哈梅内伊就在监狱中偷偷阅读大量西方书籍。身为阿亚图拉的霍梅尼是不允许看这种书的。显然，哈梅内伊比霍梅尼更渴望了解普通美国人和西方人的想法。这种深入的研究反而让他对西方的批判变得更加精准且深刻。在老师流亡的期间，哈梅内伊14年如一日地进行着这样的活动。所有伊朗人都知道，到处传送霍梅尼内容且对西方见解深刻的哈梅内伊，这个人就是伊斯兰革命的灵魂人物之一。几十年后，我想暮年的哈梅内伊肯定会感慨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时的他是那么年轻，立场是那么坚定，他是老师忠诚的追随者，他们将一起终结暴君的统治。1978年，伊朗历史完成了一个25年的闭环。从1953年，摩萨台在人民的支持下短暂推翻了巴列维的统治，而到了1978年，伊朗人民再次团结在一起，他们要彻底终结巴列维王朝。哈梅内伊赶赴德黑兰参与制定行动方案，群众高举霍梅尼画像，高喊打倒国王，建立伊斯兰国家的口号。即便巴列维对12座城市实行戒严，动用军警暴力镇压，导致数千人伤亡，也挡不住汹涌的民意。1979年，巴列维被迫出逃，霍梅尼在大众的欢呼声中结束流亡回国。靠着在革命时期的出彩表现，家境贫寒且毫无派系背景的哈梅内伊迅速崛起。他唯一的底牌就是恩师霍梅尼
尼的绝对信任，在恩师的提携下，他进入了革命委员会核心圈，并与大佬拉夫桑贾尼组建了执政党，还亲手组建了伊斯兰革命卫队。但这并不意味着新政权从第一天就稳如泰山。巴列维倒了，霍梅尼回来了，但血还没流够。1979年的伊朗开始处于一场权力拉锯战中，反对国王的阵营里，除了教士，还有世俗政治家、左翼团体，甚至亲苏势力。整个1979年，这些派系在德黑兰展开了激烈的博弈，所有人都想按自己的意愿定义这个新生的国家。那么，哈梅内伊是如何在1979年的德黑兰搅弄风云，成为伊朗总统的呢？这就是下一期的内容啦。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如果喜欢这期内容，不妨点赞关注，这样下次更新了，你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啦。我是陈北基同志，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